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 Panda，欢迎回来我的频道。今天是我们首次升级21500的级别，有点紧张，大概3个月没有打那么大了，一路从3400打到现在，一次报名买入就要厚厚的一叠，有点不太习惯。那希望今天可以顺利，不要被打爆。那我们话不多说，直接开始今天的手牌吧。第一手牌盲注级别5000、1万，起始筹码300万，加一 raise 到3万。我在 low 券看到了10 3倍到11万，加一跟注，我们两家一起看到翻牌，翻牌来了 K80 Rainbow。那这个翻牌非常的好，我们集中一个 middle set， 加一过牌了以后呢，我觉得我们这边下小注或75%，或者是小超池都可以。那我这次选择下大一点，我在23万的底池下注了一个超池25万。在我下注了以后呢，加一没有想很久就选择跟注了。我们继续看到转牌，转牌来了红心4，那加一在翻牌很快的就跟注呢，我觉得他这边蛮有机会是 AK 或 KQ 的。那因为21500这个级别，起始筹码是300BB，筹码还蛮深的。那如果我判断加一这边是 AK 或 KQ 的话，我这边就继续下一个极化的注。我想了一下，最后我在73万的底池下注了一个80万。如果加一这边还是跟注的话，我合牌就可以很顺利的推出 all in。在我下注了以后呢，加一这次就想比较久了，最后还是选择弃牌了。那我们收下了这个底池。第二手牌 low 券 limp 1万，我在 high 券看到了 AA raise 到5万。大盲跟 low 券都选择跟注，我们三家一起看到翻牌，翻牌来了 KK4 Rainbow。那面对两个对手，我觉得我的 AA 并没有3枪的价值。如果这个翻牌是有一个同花听牌的话，我可能会下一个小注。那 Rainbow 的话，我会把价值放在后面2条街，因为随着级别越来越高，对手的手牌如果是8899，这边也不会扛我3枪的价值，所以我这边选择过牌。转牌来了梅花9，前面的2位玩家都还是过牌，那我就知道我们这边是大了。我想了一下，我最后在15万的底池下注了一个10万，大盲跟注10万，low 券弃牌，我们两家一起看到合牌，合牌来了黑桃3，大盲还是过牌了，那我这边就要继续拿价值了。我想了一下，我最后在35万的底池下注了一个25万，大盲这边没有想很久，最后就选择跟注了。我打开我的手牌以后呢，大盲这边 mark 了，我们收下了这个底池。下一手牌 UTG 加一 cut off 都 limp 1万，我在 button 看到了 A4 方块 raise 到6万，结果全部的玩家都选择跟注，我们4家一起看到翻牌，翻牌来了 J10K Rainbow， 一路过牌到我。那我觉得面对3个对手很难一次偷得掉，所以我这边也选择过牌。转牌来了黑桃 J， 加一在25万的底池下注了一个11万。那由于这几个对手都还蛮熟悉的，所以他们都不会有 JJ1010KK 甚至 AQ。那加一这边的下注其实也不一定代表很大的牌，至少没有我刚刚说的 JJ1010KK、AQ 这些牌。我觉得他这边下注有可能只有一张 K 或者是 Q 买双头顺 ，maybe 有可能有一些 J 小，例如说9J 之类的，我觉得我这边可以尝试做一个加注 bluff， 因为目前4位玩家只有我有可能有 AQ 以上的牌力，当然有一些小几率撞到加一的 J10 或 KJ， 但是我觉得我这边如果 raise 一个大发的，它可能只有 J10 或 KJ 跟得动，9J 说不定都跟不下来，但是它的范围现在有满满的一张 K 一张 Q， 所以最后我想了一段时间以后呢，我这边加注到40万，在我加注了以后呢，加一这边想了大概2张摊倍以后呢，最后弃牌了，其他玩家也都弃牌了，我们成功的偷下了这个底池。下一手牌加3 limp 1万 ，low 券 raise 到4万 ，high 券3倍到15万。我在 cut off 看到 QQ， 我这边4倍到37万5，加3跟 low 券弃牌了 ，high 券想了一下，选择跟注。我们两家一起看到翻牌，翻牌来了15J， 全部都方块。那这个翻牌其实对 high 券比较好，因为他先3倍人家，再扣我的4倍，他这边会有10跟 JJ， 然后我们的 QQ 没有方块，所以 high 券过牌了以后呢，我这边也选择过牌。我们继续看到转牌。转牌来了梅花 J， 还决在81万5的底池下注了一个50万。那我在翻牌的过牌就是在选择控池，让我后面比较好跟注。我也不能在一个 4倍怕，在这边就放弃了我的 QQ 了。所以我想了一段时间以后呢，我这边选择跟注。我们继续看到合牌，合牌来了梅花9。还决在180万的底池下注了一个70万，那面对那么小的注，还有我翻牌的过牌，我觉得我这边必须要跟注了。他这边还是会有一些 AKAQ 带一张方块的 bluff， 所以我在想了一段时间以后呢，我最后选择跟注了70万。在我跟注了以后呢，对手开了一个 AKO 带方块 A， 那我们运气很好，刚好抓到了这个 bluff。
下一手牌 Low J Race 5万 Cut Off 跟注，我在8腾看到19同花 Squeeze 到21万 Low J 弃牌了 Cut Off 跟注，我们两家一起看到翻牌，翻牌来了 K30 Rainbow， 结果 Cut Off 在49万的底池 Dunk 了一个15000，那我这边是有一个中对子的，没有必要 Race 它变成炸虎，我如果这边是 AQ 的话，我可能会加注它，那我这边选择跟注15000，我们继续看到转牌，转牌来了黑桃3 Cut Off 在52万的底池下注了一个12万5，那 Cut Off 这位玩家就是上一手那个 AKO 在河牌用一张方块 A bluff 的玩家，所以他是有 bluff 能力的，他到现在的行动线有可能是翻牌在买花还是买双头顺之类的，所以我觉得在一个 3 bay pot 我还是不能放弃我的1对10，我这边选择跟注，河牌来了一张黑桃 K Cut Off 在77万的底池下注了一个36万5，那由于有对手上一把这个 AK 的牌桌形象，我觉得他这个河牌的下注不一定有 K， 他有可能是 QJ 买双头顺，还是 A 叉红心买花，那面对这个半池左右的注，最后我选择跟注抓炸，在我跟注了以后呢，对手开了一个 K6 同花，那我们抓鸡失败，输了这个底池。下一手牌 Low J Race 7万5，我在 Cut Off 看到 A5 同花，那一般我的 A5 同花比较倾向于做3 bay， 但是面对前面的5BB Open， 我这边比较尊重它，我这边只选择跟注，在我跟注了以后呢，大盲也跟注，我们三家一起看到翻牌，翻牌来了442 Rainbow， Low J 在23万的底池下注了一个14万5，那我们现在有个 Gasha 还有 Home 花的听牌，我这边选择跟注，大盲弃牌了，我们两家继续看到转牌，转牌来了方块5 ，Low J 这边过牌了，那我觉得 Low J 这边会不会是 Too High Card， 像是 AK、KQ 之类的牌？那我觉得我这边可以下一个小注来 deny 它的 equity， 所以我想了一下，我最后在52万5的底池下注了一个15万，在我下注了以后呢 ，Low J 想了一段时间，选择跟注，我们继续看到河牌，河牌来了方块 K， 那这张牌非常符合 Low J 的 range， 然后后门花也到了，所以 Low J 过牌了以后呢，我想我这边也没有任何理由下注了，我也选择过牌，在我过牌了以后呢 ，Low J 开了一个720，那我们运气很好，收下了这个底池。下一手牌我在加1看到了 AQO Race 到3万，加2跟加3选择跟注，行动来到 Cut Off， 他这边3 bay 到15万5，那 Cut Off 这位玩家是 action 比较多的玩家，所以他这边 Squeeze 不一定有很大的牌，我这边想了一段时间，最后我选择4 bay 到45万，在我4 bay 了以后呢，后面的玩家都弃牌了，那我们成功收下了这个底池。下一手牌 UTG Race 3万，加2加3选择跟注，我在 High J 看到了 AQO Squeeze 到15万5，结果小盲这边空降人跟了15万5 ，UTG 弃牌，加2加3跟注，我们4家一起看到翻牌，翻牌来了 J45 Rainbow， 我这边下了一个小注15万，小盲跟加2选择跟注，加3弃牌，我们3家继续看到转牌，转牌来了梅花 A， 我觉得这边过牌或下一个小注都可以，那下注有它的好处，这边如果下一个小注的话，河牌前面的对手很容易过牌给我们，我们可以控制底池的大小，那过牌的好处就是让对手在河牌有一个表演的空间，我觉得2个选项都可以，那这次我选择下了一个小注30万，在我下注了以后呢，小盲弃牌了，行动来到加2的这位玩家，他在思考了一段时间以后呢，做了一个很小的 raise， 他这边加到65万，那由于级别越来越高，这里的玩家开始会有一些奇奇怪怪的 bluff， 我觉得面对那么小的加注，我这边不能直接弃牌，所以我这边选择跟注，我们两家继续看到河牌，河牌来了梅花 K， 加2在用了一张摊背以后呢，选择过牌，那我想这边下注也没有任何比我小的牌会跟注了，所以我这边也跟着过牌了，在我过牌了以后呢，加2开了一个 QJ 黑桃，那我们收下了这个底池。下一手牌加1 Race 2万，我在 Low J 看到了 AKO 3 bay 到7万5，结果小盲这边空降人跟了7万5，加1也跟注，我们3家一起看到翻牌，翻牌来了 AJ4 2张方块，我这边下了一个小注7万5，小盲选择跟注，行动来到加1。他这边 check raise 到18万5，那这个级别的玩家池 check raise 的频率也开始慢慢变高了，所以我们这边不能直接盖掉 TPTK， 所以我这边选择跟注，在我跟注了以后呢，小盲这边也跟注，我们3家继续看到转牌，转牌来了红心3，结果加1这边过牌了，我觉得加1这边有 AJ 或者是44，他这边不可能会过牌，那我想他的手牌会不会是一些 Gasha 带后门花的部分，我觉得他 flop 是一个 combo 做的话，可能
能会敲第二枪。那小盲的手牌看起来就是一个同花听牌，所以我觉得这边可以下一个小注来 value 他们一些听牌的部分。然后这边下注还有一个好处，合牌很容易可以 check down。那我这边想了一下，我在79万的底池下注了一个25万。在我下注了以后呢，小盲跟加一都选择跟注。我们继续看到合牌，合牌来了一张红心9，前面的玩家都过牌了以后呢，我这边也选择过牌。小盲这边直接 mark 了。那他可能是在买前门花的部分，加一这边开了一个 KQO， 也就是他 flop check raise 一个 gut shot。那我们运气还不错，听牌都没有开出来，我们收下了这个底池。下一手牌 UTG Limp 15000 Low J Raise 到5万 Cut Off 跟注，我在8腾看到了99，也选择跟注。小盲大盲 UTG 都跟注，我们6家一起看到翻牌，翻牌来了 8JQ 2张黑桃 ，UTG 这边跳出来下注了7万5。那我们这边有一个 Gut Shot 带后门花，我觉得这边必须要抵抗一枪，所以我这边选择跟注，小盲也跟注，其他玩家都弃牌了。我们3家一起看到转牌，转牌来了梅花10，那这张牌还不错，我们现在击中了一个顺子，但是我们上面还有2组的顺子 ，UTG 在52万的底池下注了一个30万。那虽然我们现在只输 AK 跟 K9， 但是因为现在有前后门花，我这边想要跟注一部分的9，然后合牌没有开花的时候，一路过牌到我合牌还是要有一部分的9去保护我买花没中的偷鸡，所以我这边选择跟注。在我跟注了以后呢，小盲也跟注，我们3家继续看到合牌，合牌来了黑桃 A， 前面的玩家都过牌到我呢，因为现在前门花也开出来了，然后一张 K 也变上顺了，我想我这边下注只有比我大的牌会跟注，所以我这边也选择过牌。在我过牌了以后呢，小盲开了一个 KJO，UTG 开了一个 Q10O， 那我们输了这个底池。总结一下成绩，我们今天参加2场21500的限时锦标赛。第一场结算奖金3万，第二场结算奖金3万5。好久没有打这个级别了，运气还不错，希望后面可以继续保持。另外还想跟大家说一件事情，相信看到这边还没跳出去的都是忠实的观众。施政华人在下个月有办一个2周年的活动，也就是打1整个月有 Leaderboard 的排行奖金。想问问看大家，对于我正在做的这个资金挑战，大家觉得这种1个月的排行榜最后获得的奖金能否算在100万挑战的 Bankroll 里面呢？欢迎在留言区留下你的看法。如果多数的人觉得100万挑战只能纯粹的技术获利，那我就不把 Leaderboard 的奖金加入到 Bankroll 里面了。如果大家觉得可以算进去，那也会加速我的挑战进度。当然，这是我一开始订立挑战规则没有想到的部分，所以我很尊重各位的想法。那今天的影片就到此结束了，这里是 Panda Poker， 我们下次见。